我一出生就被贼人丢进了棺材，和一具陈年尸体同眠。他缓缓转过头，对我露出一个跨越时空的诡异微笑。原来他是我死去300年的老祖宗，自家血脉岂能不管？他一把抱起我，迈开白骨双腿，狂奔8000里，跑得骨头咯吱乱响，关节直冒火星。终于在最后一根肋骨散架前，把我送到了家门前。可抬眼一看，母亲怀里已抱着个领来的假千金，老祖宗气得合谷发颤，转身就从街边押来一个吓得发呆的小男孩。从今天起，今日起，你便是他的未婚夫。若让他受半分委屈，老夫便夜夜入你梦中，教你背全本族谱。男孩吓得糖化掉地，拼命点头，从此对我死心塌地，言听计从。我本以为这般青梅竹马、命运相系的缘分，足以让我们相守一生，美满白头。未曾想，就在大婚前夜，我被绑进青楼3天3夜，整个京城都在传我的艳闻。被救出来时，我浑身是伤，几乎没了人形。太医哥哥颤抖着替我处理伤口。身为锦衣卫指挥使的未婚夫眼通红，却不敢碰我。当夜他便带人抄了那处魔窟。在马车上，我昏昏沉沉，却清楚听见他们的对话。淮安，你明明有别的法子，何必逼他至此？韩州，我没有选择。婉月为了嫁你，已郁结成疾，我不能让她心愿落空。只要陆婉清还活着，宋陆两家的婚约就不可能换人。往后，她只要安安分分做陆家大小姐，没人会为难她。被绑后的每一日，我都活在地狱里，是家人支撑我熬过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可现在，这一切我都不想要了。到了家中，我躺在床上，伤口溃烂，动弹不得。哥哥颤抖着查看我的伤势，不行，这已经染了腐毒。必须立刻医治。母亲却一步上前，紧紧按住他的手。不能请大夫，那些不堪的传言已经传遍京城。此时请大夫，外人会怎么看？陆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娘，这是要命的伤啊，脸面比命还重要吗？母亲别开脸，声音发梗，却不容商量。这是他自找的，谁让他突然回来，抢走婉月的一切，连婉月和宋家的婚约也要争。我们劝过他多少次，让他放手，他偏不听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婉月受了那么多委屈，如今也该轮到她了。哥哥的手悬在半空，挣扎良久，终究缓缓垂下。再忍忍，好不好？等婉月顺利成婚，哥哥立刻带你去江南，找最好的大夫，用最好的药，亲自为你医治。他的语气温柔，话里的意思却冷得像冰，像一把钝刀，慢慢割断我最后一点念想。在他们心里，陆婉月的婚事比我溃烂的伤更重要，陆家的名声比我这条命更值得保全。我闭上眼，不再发出一点声音。母亲抚着我的头发，轻声对哥哥说：“再让他服2铁安神汤吧，好好睡几日，醒来一切就都过去了。娘也是为他好，他若瞧见自己如今这模样，怎么受得住？要是闹起来，还会毁了婉月的婚事。”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母亲递来的茶里下了药，所以我一觉醒来就从闺房到了那间地下赌坊。原来这场噩梦是至亲为我设下的局，只因为我不肯把未婚夫让给陆婉月，而那个曾说过只娶我一人的宋寒舟也默许了这一切。他们以为我昏睡不醒，却不知在那赌坊里，我被灌了特殊的药。我意识清醒，能感觉到每一只碰我的手，却动弹不得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我不能合眼，不能出声，连昏死过去都做不到。不一会儿，宋寒舟匆匆赶来，听完我的伤势后，一脚踹翻了凳子。那群畜生怎敢将他伤成这样？只是抓起来太便宜他们了。紧接着，他的语气却离奇的平静下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与婉月的婚事能顺顺当当的办了。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折磨，而是至亲笑着把你推进地狱，还伸手替你擦泪。我再撑不住，晕死过去前最后一个念头是：这样的家不要也罢。我发着高烧，迷迷糊糊时，外头又有人说话。母亲压着嗓子，又急又气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时候让那些说书先生来，还要在茶楼酒馆传他的闲话。”哥哥的声音懒洋洋的：“不然呢？如今满京城都是他的风言风语，还怕多这一桩吗？只有把所有人的心思都引到他身上，这事儿才算完。婉月昨夜在花楼不小心推了个月芳的小姑娘，那家人现在闹得厉害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”哥哥顿了一顿，声音更沉：“这是我们陆家欠婉月的。再说，婉清不是最想跟我们在一起吗？等这阵子过去，我们好好陪她。”母亲沉默片刻，最终长叹一声：“那就照你说的办吧。”我的心彻底凉透。我想起8岁那年冬天，
在善堂又冷又空的屋子里，我没日没夜的习字念书，参加各种诗会，想着站到更高的地方，盼着能被家人看见。如今他们终于看见我了，却是用最狠的方式把我推进深渊。外头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在低声交谈。接着，我的房门被猛地推开。陆姑娘，能否细说那赌房里的事？听说您并未反抗，这是您自愿的吗？您可曾想过，您的行为让家族蒙受了多大羞辱？一个个问题像石块般砸来，我想蜷起身子，想躲开那些目光，可我浑身疼得像散了架，连根指头都动不了。别问了，我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。陆姑娘，请您看着我们。有人将纸笔几乎对到我面前，众人要知道真相。混乱中，有人扯开我的被褥，撩开我的衣裳，我身上糜烂的伤处，那些洗不掉的屈辱痕迹，一下子全暴露出来。天哪，真够惨的！快记下，快记下，够说3个月了。我闭上眼，放弃了，躲不了，干脆就不躲了，随便吧。就在这时，哥哥红着眼冲进来，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谁再敢胡写，我让他在这京城待不下去。那群人吵吵嚷嚷，不情不愿地被轰走了。母亲立刻扑到床边，用被子将我裹紧。青儿别怕，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。她的手一直抖，眼泪掉在我脸上，是热的，演得真像。可我已没力气拆穿了，我费力地转过身子，把脸埋进枕间，什么也不想听，什么也不想看。母亲摸到我滚烫的额头，慌得不行，忙让哥哥再瞧瞧。哥哥掀开被子，脸色霎时变了，那些溃烂的皮肉粘连在一处，腐坏的可怕。哥哥又急又怒，这伤口烂得太深了，再不治会染遍全身，要命的。这些腐肉都得剜去，往后怕是会留下重疾。怎么会？不可能啊，不就是些皮肉伤吗？他们终于彻底慌了，二话不说就要送我去医馆。可刚走到府门前，就撞上匆匆赶来的宋寒舟。宋寒舟声音发急：环，快！婉玉在酒楼喝多了，哭得厉害。哥哥一听，脸色变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向宋寒舟。就那么一刹那，他做了决定。他将我往旁边丫鬟怀里一推，语速很快：刘嬷嬷，你送婉清去医馆，好生照看。说完，转身便与宋寒舟走了。母亲看看我，又看看哥哥离去的方向，最后一跺脚也追了上去。我被丫鬟扶着坐上马车，整个过程快得像他们只是随手丢开一件碍事的物件。我被带去医馆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麻沸散仿佛失了效，每一刀都疼得钻心。我死死咬着口中的不禁。就在我疼得快要昏死时，一个年轻医女借着替我擦汗，飞快地低声问：姑娘，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？我用尽最后一点气力，动了动唇，对她说了几个字。第二日醒来，陆婉月立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瞧着我，她嘴角勾起一抹恶意的笑。哟，我亲爱的姐姐，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？你这张脸，这身子骨，从前不是清高的很吗？如今烂成这样，怕是连最低贱的姚姐儿都不如了吧？我想挣开，却动弹不得。她把擦完手的帕子扔到我脸上。陆婉清，瞧瞧你现在这鬼样子，还拿什么同我争？你那些精彩的传闻，连外邦都知道了。你可晓得，如今有些有特殊癖好的人，都管你叫中原玩物呢。姐姐，你可真给陆家长脸啊！我手指死死扣进床单，骨节发白，胸口怒火翻腾。陆婉月，你想看我死，我偏要活，我一定会活着，看你遭报应。报应？呵呵，他嘲笑着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一个被几十人糟蹋过的破败身子，一个连亲娘亲哥都嫌弃的弃子，你活着，你活着才是报应。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陆婉月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，接着扑通跪倒在我床前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我给你赔罪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了。走进来的宋寒舟一眼就看到陆婉月红肿的脸颊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他根本没去想一个连抬手都困难的人如何打人。陆婉清，你疯了！婉月好心来看你，你就这般对她？哥哥更是直接指着我骂：别以为你遭了难就能任性妄为，这些年你在外头学了些什么？半点不像陆家人。陆婉月躲在他身后，朝我露出胜利的笑。宋寒舟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厌弃。我现在很庆幸当初没选你，像你这般心思恶毒之人根本不配。哥哥也失望的看着我，把他关进柴房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放他出来，谁也不准管他，让他好好反省。被抬进柴房时，我听见哥哥对下人说：把止痛的汤药都撤了，炭盆也撤了，让他尝尝任性的滋味。又叮嘱看守务必看紧他，
绝不能让他跑出来搅了婉月的婚事。我望着窗外暗下的天色，无声的笑了。这正是我要的，可我却高兴不起来。次日，全家都去参加陆婉月婚事时，我放了一把火，刺眼的火舌窜起，烧光我认清这5年来的一切痕迹。火场外，哥哥和母亲疯了似的嘶喊着让人救火，宋寒舟更是像彻底失了理智，突然甩开众人，朝着火场冲去。他的喜服被火星燎出焦痕，却不管不顾地大喊：陆婉清，你给我出来，我不准你死！哥哥死死拽住他，火势太大，进去只会多送一条命。宋寒舟猛地挣开，一拳打在哥哥脸上。闭嘴，都是你们的错，你还我婉清，你把它还给我！大火最终被扑灭时，府邸早已烧成一片废墟，哥哥脸上还带着宋寒舟打出的伤，却死死望着焦土的方向。而宋寒舟像是彻底疯了，食指烫得皮开肉绽也不停。陆婉月赶到时，看见宋寒舟的模样，她红着眼睛走上前，嗓音软得发颤：寒舟，姐姐心里苦，我明白，可她为何偏要在我们成婚这日？要怪就怪我吧。她委屈的落泪，等着像从前一般被众人安慰。可这回不同了，宋寒舟狠狠甩开她的手，哑着嗓子吼：滚开！是我对不住婉清，是我把她的心伤透了，是我贪心不足，是我该死。婉月慌张地扑向哥哥，声音发颤：陆婉清定是故意的，她非挑我最重要的日子，我都把什么都还给她了。你闭嘴！哥哥眼睛通红。那些在茶楼酒馆散播谣言、羞辱他的人，是不是你找的？我没有，我光准备婚事都忙不过来，哪有空找人编故事？母亲一把揪住陆婉月的衣服，哭喊：我女儿可怜啊，从小在外头吃苦受罪，她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你就连死人都不放过。人活着的时候无人关心，死了倒都来说委屈，真是可笑。说火场清理完了，但没找见我的尸身。哥哥想起从前在关外骑马摔断了腿，是我背着他走了几十里路才找到郎中。想起他醉酒打坏了御赐的琉璃盏，是我替他顶罪，在父亲书房外跪了一整夜。我都干了些什么啊？他跪在焦黑的地上。他想起我曾说过，当年被报错根本不是意外，陆婉月早就和他亲爹娘相认了。他立刻派人去查，他们颤抖着打开我留下的证据。当年陆婉月的亲娘就是产房的稳婆，亲手调换了我们俩的身份襁褓。更可笑的是，陆婉月早就悄悄和亲生父母相认了。娘，陆家那群傻子今日又送我田产地契了。爹，钱庄的银子转到南边去吧，放心，陆家产业迟早全是我们的。等那2个老糊涂归西，咱们一家就能团圆了。母亲看得浑身发抖，忽然栽倒在地。郎中说他是急火攻心，中了风。哥哥红着眼调出所有眼线的汇报，发现陆婉月每逢初3说去寺里上香，实是去见他亲爹娘。更恶心的是，他每回回来都要跑到母亲面前装委屈。妹妹说的都是真的。哥哥跪在母亲病榻前，看着他歪斜的嘴和不停流泪的眼。母亲歪着嘴：把你妹妹找回来。扇耳光，昂贵的锦袍上全是酒渍。婉清，只要你回来，我立刻把陆婉月这毒妇送进大牢。他们开始用最极端的方式忏悔。哥哥在街边长跪不起，曾经雍容华贵的官家夫人，如今蓬头垢面，对着我画像哭嚎。而在一切乱作一团时，陆婉月见这些人都不再信他，于是开始了早已备好的计划。陆婉月动手快得惊人，丧事刚过，他便完成了陆家最后田产铺面的过户，求母亲代为保管的房契全成了他的刀。一夜之间，主宅的锁换了，护院全换了人。哥哥搀着半瘫的母亲，抱着仅剩的包袱，被陌生护院请出了门。账房先生推推眼镜，语气冷淡：陆姑娘念旧，不追究你们挪用公账的就是。这50两是最后的仁慈，请吧。哥哥找遍所有故交，不是无人应答，便是被告知陆家内务，不便插手。雨夜，一个匿名信匣送到他们暂住的小客栈，面是陆婉月与各色男子的不堪画册。哥哥看着画册里陆婉月那张贪婪的脸，浑身发冷。他怎么敢？此时的陆婉月坐在父亲的书房里，拿着信件，看着眼线报来的他们的狼狈相。宋寒舟没赴任何宴席。大火后，他像变了个人，喜服扔了，他悬赏重金雇探子。陆婉月怒了，他需他当陆家姑爷稳住局面，需宋家最后的人情。寒舟，你闹够了！陆婉月的私宅，人赃并获大量禁药，他很快被捕，数罪并罚，判终身监禁。宣判那日，哥哥搀着母亲，宋寒舟独自一人，都去了衙门。看着陆婉月穿裘衣带枷锁，满脸不甘的被押走。仇人倒了，可失去的回不来了。走出衙门，阴雨绵绵。哥哥看着轮椅上面容枯槁的母亲。寒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宋寒舟没回头，声音飘在雨里：继续找，天涯海角，一辈子我也要把她找回来。哥哥的泪混着雨流下，昏迷了整整1年，我才醒来。我艰难地转动脖颈，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
叶南州，我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。他点点头，轻轻握住我试图抬起的手。是我，别急，慢慢来。你昏睡很久了，记忆如潮水，带着血腥与灼痛涌回。都过去了，那些伤你的人都已付出代价，接下来的日子是漫长而痛苦的，尤其是双腿，几乎是从头学站学走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每一次跌倒都令人绝望。但叶南州始终在。如今的他是被江南巨富收养的义子，手握惊人的银钱与人脉。他为我安排了最好的大夫，最妥帖的复健法子，最清静安适的别院。婉清，你可以的，你从来都可以。直到我能勉强独自行走，精神也好些，他才将一本秘册放到我面前。瞧瞧吧，这是你昏睡时外头发生的事。陆家早已被掏成空壳，在陆婉月入狱后迅速被瓜分抵债。哥哥陆怀安与母亲尝试过重新争抢，但他们签下的那些文书白纸黑字，律法上毫无胜算。哥哥做着零活，勉强维持生计与要钱。有闲人小报画下他们在市集抢购剩菜，在雨中狼狈推着轮椅的背影，说昔日官家夫人大少，如今潦倒如丧家之犬。地下赌坊及其背后势力被连根拔起，主谋全数落网，量刑极重。所有曾践踏过我、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了或律法、或命运、或口舌的严惩。我抬起头，看向安静坐在窗边看书的叶南州，他侧脸平静，仿佛只是处置了几桩寻常事务。是你，我不是疑问，是了然。是，也不全是，他们自己种下恶因，我只是帮他们更快收了恶果。为何帮我到这般地步？叶南州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视线与我平齐，他眼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深沉而滚烫的情绪。婉清，没有为何，只是我想帮你。我看着他眼中清晰的倒影，那里面有一个伤痕累累，但正一点点重新拼凑起来的自己。复仇的快意并未如想象中席卷而来，心头反而是一片色然的平静，以及一丝陌生的细微的悸动。在他的全心相助下，我用了3年光景，不仅身子基本康复，更在完全陌生的行当从头开始经营起了自己的绣庄与货行。过程艰难，但每一步都踏实。叶南州是我的第一个主顾，也是最严苛的账房，但他从不越界，与我绝对的敬重与余地。货行站稳脚跟那日，我们在能望见城中灯火的小楼庆贺。晚风微凉，他递给我一盏梅子饮，自己轻轻抿着薄酒。恭喜你，陆东家。他微笑，眼中映着星光。多谢你，南州。我望着他，心中满意的情愫终于寻到出口。不单是谢你救我、助我，更是谢你一直在这里。我牵起他的手，他没有挣脱，指尖微拳，耳根泛红。我或许永远无法像你记得那般清楚，将幼时每个瞬间都珍藏。我的过往太多伤痕，记忆也常混乱，但我知晓，从醒来第一眼见到你，到之后的每一日，与你在一处的每一刻，我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与心动。我望进他眼底，你能不能给我机缘，让我的往后每一天也都指望着你？叶南州的睫毛轻颤了一下，随即一个无比明亮、带着泪光的笑容在他脸上绽开。他用力回握我的手，声音发梗却坚定：陆婉清，这句话我等了快20年。我们相拥在璀璨的夜色下，过往的滔天恨意、蚀骨疼痛，仿佛都被这温暖的怀抱与笃定的许诺渐渐抚平、覆盖。后来，我的货行生意顺遂，我们定居在一处安宁宜居的江南水乡。关于陆家、宋家的零星消息，偶尔还会传来，我与南州都很少再提。那些人与事早已被我们抛在身后，成了前尘般朦胧的旧影。又一个日光温煦的午后，南州靠在榻上看书，我理完账目，走过去，从身后轻轻环住他。他自然地靠近我怀里，发间的清浅松香安稳宁和。窗外是我们一同栽下的梅树，正开着细碎的花。南州，无事。我在他怀中合上眼，只是忽然觉得曾经地狱般的冰冷与灼热都已褪去。此刻怀中的暖意，窗外的梅香，以及掌心相贴处传来的平稳心跳，便是命运偿还给我的全部温柔与圆满。